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弱电不断电。随着科技的进步，监控系统的安装越来越简单便利。然而对于一些不熟悉网络或者是电力配置的使用者来说，选择合适的供电方式仍然是一项挑战。今天我们将为您揭秘 PoE 交换器以及极限器的差异，并且介绍 NVR 如何简化监视设备的供电架构。您知道吗？其实监视摄影机的供电方式有两种，一种是透过电源线，而另外一种是透过网路线。没错，传统的监视系统通常需要使用电源线为摄影机供电，而较新的网路型摄影机则可以透过网路线接收 PoE 供电，非常的方便。您曾经想过，为什么有些监视系统需要额外的 PoE 交换器，而有些则不需要吗？ PoE 交换器是一种可以帮设备供电的网络设备。如果您使用的是传统的监视系统，则需要使用 PoE 交换器来为摄影机供电。但是如果您使用的是支援 PoE 的 NVR， 那我们就不需要额外使用 PoE 交换器了。极限器是一种传统的网络设备，可以将多台电脑或者是其他的网络设备连接在一起。它就像一个邮局，那当一台设备发送数据的时候，极限器会将数据复制，并且传送到所有的连接的设备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每当你寄一封信出去的时候，邮局就会将信件 copy， 而且发送给你附近的每一个人，那这可能就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流量。在监视设备当中，极限器通常用于连接多台的摄影机，然而极限器无法为设备供电，因此需要额外的电源线或者是使用 PoE 的转换器。PoE 转换器是一种可以将普通的网路线转换为 PoE 供电网路线的一个设备。PoE 交换器是一种更智能的网路设备。它不仅可以连接网络设备，还可以透过网路线替设备供电。这项技术称之为以太网的供电，也就是 PoE。PoE 交换器就像是邮局里的邮递员，那他知道要将信件寄送到哪边，他只会将数据发送到给需要接收的数据端的一个设备，从而提高效率，并且减少网络的流量。PoE 的交换器为监控系统提供了一种更简洁、更可靠的供电方式。你只需要一根网路线，就可以为摄影机供电以及传输数据。PoE 交换器还提供稳定的电源，这对于需要稳定供电的设备而言，例如说网络摄影机就非常的重要。除此之外， PoE 交换器还可以提供更灵活的配置的选项。您可以依据设备的耗电量去选择交换器的供电瓦数。例如我们常见的网络摄影机，一支摄影机耗电大约是8到9瓦。如果我们使用同一台 PoE 的交换器，连接了4支网络型摄影机，那就需要逼近40瓦的供电量。如果您准备的交换器供电量不足，就容易造成设备异常，或者是无法正常的连线运作哦。那交换器的传输速度也很重要。如果您的网络速度常常不稳定，也有可能是您的交换器的传输速度不够。如果您的交换器还是传统的100M 的，那建议您可以改用 Giga 的速度，因为它可以达到1000M，会有很明显的改善哦。这是我们常见的 NVR 录影主机，可以连接网络摄影机下去录影。一般都需要搭配交换器或者是 PoE 的交换器才能够连接网络摄影机，但是有些 NVR 还具备了 PoE 供电的功能，这意味着您可以将网络摄影机直接连接到 NVR， 就像上面这样子，而无需使用 PoE 的交换器，连线也会更稳定、更方便。
让我们针对今天的内容来做个重点整理。好，第一，采用交换器，好，让你的网路更流畅。第二，选择 PoE 供电，让你安装更容易。第三，频宽选择1000M 的 Giga 规格，好，让你的网路更稳定。第四，留意 PoE 的供电瓦数，好，避免供电不足。第五，选择 PoE 规格的 NVR， 一条网路线即可安装完成。搭配 PoE 的设备，让您安装监控设备更事半功倍。如果各位观众朋友对我们的频道的影片内容有兴趣，欢迎在我们影片下方帮我们按个赞，好，同时也请您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，也别忘记了要帮我们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